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坐飞机呢，对很多人来讲，代表着就是要出去玩的感觉。尤其是前一阵子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很多人呢都开始 po 一些伪出国的照片或者是影片。而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有2则，都是在飞机上发生的灵异事件。先来听听这则由露露投稿的故事。故事开始咯。这件事发生在多年前去日本玩，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搭乘从大阪返回台湾的飞机，由于路途时间不长，大约3个小时左右，所以一上飞机之后呢，我整理了一下，就打算呢闭眼休息小眠一会儿。结果睡到一半，因为想上厕所，所以我就醒来到化妆间方便。就在走回座位的路上，我看到走道的另一边和我平行的座位上坐着2个全身穿黑衣服的夫妻，并且全程戴着墨镜。其实当下我第一个直觉是，为什么要在飞机室内戴墨镜，又不是 MIB。 想完之后，我就走回座位上。我的座位呢是靠走道，而这一对夫妻的座位呢跟我同排，只是我们中间呢隔着一条走道，也就是我头只要向右转就可以看得到这对夫妻。入座之后其实也没有想太多，本想继续闭眼休息，结果就在闭着眼睛的时候，我的眼角余光就看到一团黑色的雾出现在我的右手边，也就是走道上。当下我马上睁开眼睛向右看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我又摸摸我的眼睛跟头发，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棉絮或者是毛线缠住，所以余光才会扫到黑色的影子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摸到。就在我想说是不是看错的时候，我的右手边走道竟然出现一个小女孩，看起来大约是国小的样子。她背对着我，全身呢穿着白色的衣服，但是就会觉得好像笼罩着一团黑气。当时我转头去看并且奇怪她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我竟然能够透过她看到那一对夫妻耶，而且她感觉像是有点打马赛克那种有点模糊的感觉。当下我马上揉揉眼睛接着仔细看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那一对夫妻好好的坐在位置上。我又伸长脖子呢，在走道上来回看了一下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我就只能安慰自己说，应该是我看错了吧。接着飞机呢终于抵达台湾，下了飞机之后，我就去行李运送区那边找自己的行李。拿到之后呢，我就打电话给家人，因为家人要来接机，所以我就询问他们车子停在哪里，然后他们就说呢，停在机场门口比较后面的位置。出了机场大门之后，因为现场人很多，所以呢，我就拖着行李慢慢的往后找我们家人的车。结果我又看到那一对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的夫妻，然后先生呢手上就抱着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呢外面包着布，但包起来那个东西从形状来看很像是腌酱菜的罐子。后来我的直觉应该是骨灰坛，因为要下飞机的时候，在大家整理东西准备离开机场时，我隐隐约约有听到他说，妹妹要下飞机咯，爸爸带你回家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我家人呢打电话来说看到我了，叫我往前走几辆车呢就可以看到他们了。所以呢，我就上车之后
就跟我家人讲说我在飞机上遇到的事情。然后家人呢，马上就带我去庙里拜拜，拜完之后才回家。后来我上网查询才知道，原来骨灰坛等同行李，是可以一起上飞机，放在我们座位的上方行李层里。所以我在想，当时我应该不是看错，而是真的有看到灵界的朋友。我想那个小女孩应该就是骨灰坛的主人，而那对夫妻呢，应该就是她的爸爸妈妈。故事说完了。听完第一个故事啊，我就想起呢，之前网络上也有一个新闻，就是有一个阿联酋航空的前空姐，她在社群媒体呢分享一段为鬼魂服务的故事。她说当时她还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空姐。有一次呢，在飞行的途中，她发现有一对夫妻都没有吃东西，而先生在睡觉。因此呢，她就上前询问太太说：晚安，女士，我可以为您准备一些小点心吗？因为我发现你跟你先生一直都没有吃东西。结果对方就回答说：不用了，谢谢，我不想吵醒我先生，他这个星期过得非常的辛苦，所以让他好好休息。我不饿，但是我很冷，可以给我一条毯子吗？之后他拿了一条毯子给这位太太，还非常贴心的问她要不要喝一些热饮料暖暖身子。结果太太就说：我很好，但是我先生醒来的时候，请你帮他准备一杯绿茶，记得里面要加牛奶跟糖。过了一会之后呢，先生就醒了，于是这个空姐就照着太太的吩咐，送上了加了牛奶跟糖的绿茶给这位先生。当时这位先生旁边的太太不见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空姐以为他去上厕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先生一醒来就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身上呢多了一条毯子，而且空姐又自动送来一杯热饮。但是呢，当他一喝下这个热饮的时候，就觉得非常的惊讶，因此他就很诧异的问空姐说：你为什么在我的绿茶里面加牛奶跟糖？这个空姐就说：对不起，我加错了吗？这是您太太要我这样加的。结果这个先生就愣了一下，就说：应该是我太太没错，只有她知道我喝绿茶要加上牛奶跟糖。我太太在上个星期已经过世了，我搭这班飞机就是要带她回家，她的遗体就躺在货舱中。我想她是太担心我了，所以才会请你拿毯子跟绿茶给我。故事说完了。而这一篇网络新闻应该蛮多人知道的。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在世界另一端的妻子还是用心在照顾先生，所以他们生前应该很相爱。我觉得我们台语呢，把妻子称为牵手看手，真的是很贴切。有一句话说：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就算是阴阳相隔，还是想护你安好。如果有灵异故事或者是可怕经验想要投稿的话，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影片的说明栏里点击故事投稿的连结，或是寄到我的信箱 gn111000a 小老鼠 gmail.com， 都能够将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哦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咯，下星期五晚上9点，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。如果有婚礼、尾牙、活动、商演等需求，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，
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。我是佳佳，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